城环正中路段发生重大连环车祸，现全市医疗救助资源已全部就位。快做抢救室！如果有一天，你的人生中遇到了一个让你觉得很惊艳的人，他出现在了你人生最昏暗且最糟糕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病人深度昏迷，赶快安排手术。好你个赔钱货！让你在医院里找你男人，你站那干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没有8万8的彩礼钱，你先跟别人跑！老子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，你倒好，1分钱都不给老子弄回来，还想跑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哎呀，你别老打孩子了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恋爱，你陆叔叔也是为了你好，你总不能要像你陆叔叔说的那样，做个赔钱货吧？你让妈妈怎么办呀？妈，你到底是为了我好，还是因为家里有陆晨锦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口口声声说你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养大，从我懂事开始，我的生活费、我的学费都是靠我自己双手捡垃圾换来的，我连吃饭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，你们养我什么了？还有，就因为我是姐姐，我就应该牺牲我的人生，甚至是婚姻，我去成就她的人生，是吗？恋爱，你不要多想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妈妈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妈，你身边这个男人，你知道他干过什么事吗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妈，放开我！妈！他之前他大半夜跑到我房里。裴建国，给老子闭嘴！Tell me the truth, this is the end. I feel like losing myself. 或许那个让你为之惊艳的人，你没事吧？小贱人傻，你给老子等着！我有可能成为你人生中的一束和老子摆的架，甚至为救赎。谢谢你啊！不用谢。宝贝儿，别害羞啊，来，让我摸摸，来嘛！哎呀，宝贝儿，再让我亲亲。你干什么呢？再让我亲亲。你干什么呢？念安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快走！念安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都是那个女人。你要说什么呀？是他主动先勾引你，这种拙劣的借口吗？你是觉得我很好骗是吗？分手吧。贱人，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！恋爱3年，连个嘴都不让老子亲，还说要跟老子结婚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们家拿女儿换彩礼，别说8万8了，8块8老子都不稀罕。走，你走，看谁还要你！妈的！这次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可好了，高个子，戴眼镜，人斯文老实，长得也比明星帅。最重要的是，工作好，编制内医生，配你小文一个小学老师，那是绰绰有余。谢谢周阿姨，我知道了。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是他，江医生，你好，我是周阿姨介绍的相亲对象。原来他也是工薪阶层。温念安，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在七中当老师，1个月大概
能挣8000块钱左右。我母亲她有一个新的家庭，还有自己的儿子。就因为我是姐姐，我就应该牺牲我的人生，甚至是婚姻，我去成全她的人生，是吗？如果你有房子全款的话，我不要求你加我的名字，贷款的话，婚后我可以帮你一起还的，只要你按比例把我名字加上就行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说的可能有点直接了，但是毕竟是相亲嘛，我觉得我们提前说清楚比较好，这样也不浪费大家时间。听你说的挺有道理的。那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江医生，你接受 A 个婚吗？我现在就可以领证。臭小子，一把年纪了，连个女朋友都没带回来。这次相亲给你看的可是林家的小姐，你必须娶，争取给我带个儿媳回来，听见没有？你也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啊？什么？我不介意我同事的前女友跟我领证，不过你最好把这些关系给断干净，我不想以后徒增麻烦。那个，江医生，我跟他早就分手了，而且以后也不会再联系他了。我看今天就是个好日子，走吧，去A个婚。人呢？所以我真的结婚了，还是像江医生这么优秀的人。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就行，谢谢江医生。哎，等等，江医生，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我能不能搬你那儿住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现在跟我母亲、弟弟还有继父住在一起，所以不是很方便。我能不能跟你一起住了？所以结婚是为了找个地方住。明庭1号 A 座20C，密码待会儿发你手机上。谢谢江医生。虽然是相亲对象，总算是有个地方住了。贱人，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！恋爱3年，连个嘴都不让老子亲，还说要跟老子结婚。走，你走，我看谁还要你！可以啊，相亲竟然拿下了我们神外医生一把刀，平时可真是小看你了。别闹，怎么样？什么时候带你老公给我见见？喂，周阿姨。我说小温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让我给你介绍相亲，说是要结婚，结果呢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人小蒋在咖啡厅等了你半天。你要是一开始就不想去，就别答应。现在这不是耍人吗？什么？江医生一大早干嘛去了？放着你的奔驰大 G 不开，非要开我的小破车。多嘴。哎，对了，江医生，刚才有个富贵人家的太太来了，气势汹汹的点名要见你。富贵人家太太？是啊，不会是哪个家属来医闹吧？要不我给你叫保安？不用了，你呢？去安排手术，我马上就来。好。臭小子，你要气死你妈我是吧？妈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我千挑万选给你找了个好姑娘，可倒好，人家就迟到10分钟，你就撂挑子走人啊！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下午2点你再去一次，这回你可一定要给人家姑娘治理赔罪啊！妈，我下午呢还有一场手术呢。哎呀，那
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呀？再抽个时间，你都30了，没对象也没时间，怕到死也抱不上这大孙子了。哎妈，您看您还这么年轻呢，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而且，我已经结婚了。真的结婚了，而且没想到，哎呦，这小两口越看越有夫妻相。哎，不对呀，你拿个假证来骗我，当我3岁小孩呢？你连个对象都没有，你上哪儿找个姑娘跟你领证啊？拜托啊，做个假证也做个真点的啊！妈，如果您不相信，晚上呢，您回我住的地方去，您儿媳妇就在家等您呢。行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为了骗我费了多大心思。好了，妈，走，咱先回办公室。小样儿，我晚上回去就揭穿你。结错婚的事情，江医生应该是知道的，他没有提，那我应该也暂时不需要提出来吧。赔钱货，还知道回来啊？啊！8万8的彩礼没要到，谁让你回来的？8万8的彩礼没要到，谁让你回来的？行了行了，你又打孩子干什么呀？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你俺又没做错什么。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倒贴货，白眼狼！老子把你养这么大啊，结果连1点彩礼钱都换不回来，这还干什么？别人家养几10年的女儿啊！别说了，我求你了，好歹能换点钱。我求求你了，少说2句吧。恨不得上赶着给男人倒贴。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婊子还婊子呢！你小点声！别拉着我，老子今天要打死他！你坐下歇会儿吧。延安，你这是又要去出差啊？妈，我准备搬出去。你要搬到哪里去住啊？你们学校不是没有职工宿舍吗？你要在外面住啊？那外面的房子多贵呀！你还怎么存钱？妈，雨儿，妈不是这个意思。够了，妈！我也是个人，我有我自己的人生，我不是谁的附属品。还有，我也是你女儿。你照顾好自己。看看，就是个白眼狼。喂，江医生。今晚我妈来家里，催婚已久，帮个忙。所以，他是因为被家里逼婚，才答应和我 A 个婚的吗？喂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你哭了？江医生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只不过是 A 婚而已，我在想什么？没有啊，你听错了，我就是感冒了。好，注意身体啊。嗯，谢谢江医生。文宁啊，你要让自己清醒，你和江医生的婚姻只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，不要对任何人抱有期望，包括自己。江医生，这次手术简直牛炸了，好多院士都来夸奖。一想到你是我考博士的导师，我就贼有面儿。哎，对了，院长让你去做个术后总结会，
你什么时候去啊？我还有事，你替我去。哎，江医生，你。哎呦，你就是念安吧？今晚我妈来家里，催婚已久，帮个忙。这就是江医生的母亲。哎呦，你瞅瞅，你可比结婚证上好看太多了。我们家叶修那臭小子，他有多大福气，才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媳妇儿啊？阿姨好，那个您先休息一下啊，我饭马上就做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去，你忙你的啊。我家混小子真的能娶到这么好的丫头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不行，我得亲自确认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看来这次是真的了。江彦修那臭小子终于开窍了，哎呦，太好了！江医生，你回来了。啊，那个厨房还有一道菜，马上就好了，我去端。哎，你还真懂事儿啊，给我找这么贤惠的儿媳妇回来。哦，对了，你可别把妈给你安排了几十个的相亲对象告诉她啊，她知道该生气了。妈，你满意就行。什么叫我满意就行？你找老婆，臭小子！知道了，知道了啊。Whenever you come, 할 수 없는 일이야. 江医生，别动，妈在看着。 Never felt like this. 谢谢江医生。以后遇到问题记得找我。你哭了？哦。妈，您在看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，那咱们赶紧吃饭吧，别辜负了念安准备的一番心意。看样子呀，离抱孙子都不远了。来，安安，多吃点啊，看你瘦的。还有这个啊，多吃点肉。谢谢阿姨。啊，你叫我什么？哦，妈。哎，来，这是妈。哎呀，这是妈特意给你准备的见面礼。这个啊，是江家世代给儿媳祖传的镯子。叶修他奶奶有一块传给了我，我戴了几10年。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传给你了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拿。不算贵重，也就200万而已。200万？200块。200块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以后呀，你就是江家的儿媳妇了，这个你应该拿的啊。还有。哎妈，哎，这个呀是这臭小子的工资卡，也没多少钱，但是这是江家的传统，必须上交给媳妇儿啊。这阿姨，这不合适。又叫错了。妈。哎，对，这才对啊。我不能拿你的，不合适。这里面没多少钱。可是这个是你的工资。你拿着吧。拿着吧啊，孩子，记住啊，以后要是这个臭小子欺负你了，你就跟妈说，妈给你做主啊。你别看他现在长大了，但是他必须得听我的，所以我肯定能给你撑腰的啊。谢谢。哎呀，这孩子怎么还哭了呢？别哭了啊，叶修，是不是你让安安受什么委屈了？没有，没有。我哪敢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管。安安哭了肯定是你的责任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彩礼钱准备了吗？你准备给安安多少彩礼钱啊？你要是给的不多啊，我可第一个不同意啊。妈，吃饭吧。
回去要照顾好自己啊，路上慢点，没事常来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吧，别送我了。回去该怎么过二人世界就怎么过二人世界啊！快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。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妈。拜拜。张医生，你……我来拿刚买的沐浴露，一个人住习惯了，忘了家里还有人了。哦，没关系，那个时间不早了，我先休息了。哦，对了，虽然说咱们结婚了，但是毕竟没有感情基础。那个，我看到家里面只有那一个卧室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的啊，我就睡书房就好了。你早点休息，拜拜。看来以后不能穿睡袍在家里到处走了。以后遇到问题记得找我。张医生刚刚做的那一切，估计也只是做给老太太看的吧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看得上我？不对，完了完了！张医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拿下我的东西。对不起啊，江医生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那个阿姨不是今天过来，所以就擅自做主，把我的个人用品放在了你的卧室。我只是过来拿它们的。个人用品？对不起啊，江医生，我现在就把它们拿走。晚安。完了，听说江医生有严重个人洁癖，如果两个人再这样下去，不行。婚后协议？那个，咱们虽然已经结婚了，但是毕竟没有好好规划婚后生活嘛，所以我就起草了一份协议，你看一下里面有什么要添加的。另觅良人？你是指出轨？毕竟我们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嘛。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，咱们也是合法夫妻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不介意你会有自己喜欢的人，只是我想要得到应有的尊重。那你呢？什么？你以后要是出轨，呢？不可能，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出轨的人，所以我也不会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。好，我同意了。你不再添点什么条款？这个合同很好。这就同意了？那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江医生，早餐在桌子上，晚饭你有什么想吃的，可以微信告诉我，不太难的我都会做。他这是把我当成他的学生了。
早啊，江医生。早啊。李航，给我一下昨天住院人的名单，安排一下，准备查房。好嘞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感觉江医生今天这么开心？真的好帅啊！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温念安那个女人很好骗的，就算她装到我出轨又怎么样？到时候我好好哄哄她，再答应给她点彩礼，她肯定回头。而且就他们家那个条件，找我一个住院医当对象，那可真算是祖上8辈烧高香了呀，对吧？你放心吧，妈，我肯定好好把她哄回来，给您生孙子哈。江教授，江教授，江教授您早啊！今儿您门诊吗？那些患者能挂到江教授的门诊，那真是烧高香了。江教授，您怎么了？医院禁止吸烟，你忘了吗？对不起啊，江教授，我实在没忍住就抽了一根，您原谅我这一次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江教授。让开，江教授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？我是骨科陈宇帆啊，我在骨科轮换时间马上就到了，我特别崇敬您，想去我们省外发展，不知道有没有幸能被江教授收入？就算他装的我出轨又怎么样？到时候我好好哄哄他，到时候再给他点彩礼，他肯定回头啊。万事都要看自己配不配，神经外科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地方。我。看什么看？都没事干了是吧？妈的，神气什么呀？不就是约翰霍普金斯的毕业生吗？老子要是有钱，老子也出国镀金了。呸！妈的，谁呀？打电话吓我一跳。喂，你好。你人跑哪去了？赶紧回来，给我打下手。啊，是。慢点啊！放开我儿子！就是你这个凶手！我儿子就是在你的课上摔断了腿，你今天必须得为他负责任。我检查孩子，看看有没有哪里受伤。陈宇帆还没来吗？陈宇帆来了，来，我看看哪里。温念安是你？没想到急诊来的竟然是温念安的学生，本来想着下班找他的，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看样子老天都觉得这个娘们是我的了。查房基本没什么问题。对了，江医生，你快去吃饭吗？听说医院2食堂新来了位师傅，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。急诊那边打起来了，听说一个学生摔断了腿，家长找到老师讨要说法，那个老师看着文文静静的，没想到会是这种人。谁知道呢？听说那个老师姓什么，好像是姓温，叫温念安。温念安，红烧肉其他的菜做的也还不错。哎，江医生。你说我儿子为什么好端端的上课就跑出去了？你说是不是你打他了？你说呀！我没有。哎，王晨妈妈，冷静啊，要冷静。冷静什么冷静？我儿子腿断了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冷静得了吗？王晨妈妈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具体情况还是得等医生出来再说嘛。说什么说？我看你就是不想负责任。没想到你也能有今天。当初你要不是非要跟我分手的话，我还能帮帮你。要不你给我低个头认个错，咱俩和好，彩礼什么的都好说。然后我就……王晨妈妈，我承认王晨是在我的课上跑出去的，但是我绝对没有体罚孩子，我也没有对他进行言语辱骂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受伤了。你的意思就是我儿子自己跑出去摔断了腿？你们这无良的学校，还有你们这些像撇清关系的老师，我把我儿子交给你们，你们把我儿子当什么了？住手！住手！竟然是江医生，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见到他。江教授，他不是一向最不多管闲事，怎么会来这里？你谁呀？让开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曝光他们这个学校这些无良的老师，我要让大家全都知道。这位病人家属，这里是医院，如果你想安安静静的等报告的话，可以；如果你敢再乱闹事，我就让安保把你给送出去。你，哎，王晨妈妈，这边休息一下啊！别碰我！来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江医生，你刚才怎么突然跑这么快啊？
我都追不上你啊！原来你是过来解决麻烦的呀！没想到我们神外一向出了名冷淡的江医生，今天会这么热心肠啊！你是哪位病人的家属？认识一下，我是。一场神外手术，短则40分钟，多则几个小时。你有时间在这儿耽误，不如拿起刀多练练技术。对不起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下次有机会我们有缘再见啊。什么热心肠，果然是我的错觉，依旧是冷面阎王。江医生，所以江医生刚才是特意赶来帮我的吗？今天谢谢你啊。哎呀，终于是结束了，没想到下午来了2个急救患者，现在忙到这个时候。哎，对了，江医生，一会儿还有什么安排吗？回家。加班狂魔今天竟然不加班？念安，我错了，我实在放不下你。自从上次我俩不欢而散之后，我深刻的反思了我自己，确实让你受了太多的委屈。念安，我真错了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。我们分开这么久了，难道你一点都没有想我吗？我想你，我就知道念安。江医生，你不是下班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愣是干什么？前2天入院的病人，心跳、血压和脉搏量了没？你以后要是再忍，就别再跟着我干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感觉江医生出去一趟回来，整个人比白天还无精。衣服，就算他撞到我出轨又怎么样？到时候我好好哄哄他，他肯定回头的呀。念安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刚当住院医才几个月，工资就那几千块钱。哎，你说彩礼，就是走个形式。我知道你不是个不知。你去死！你最好这辈子都给我消失！我告诉你，陈羽帆，以前我觉得结婚、谈恋爱，这都是2个人的事，只要2个人过得好，像什么彩礼啊，还有那些形式，都是虚设的，无所谓。啊，这是妈给你准备的见面礼，一定要收下啊！还有燕兄，你给安安准备了多少彩礼啊？婚礼什么时候办呀？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这是男方对女方的一种重视，一种礼仪，一种尊重。咱们谈了4年了吧？8万8的彩礼就是天价呀，要你家命了。陈羽帆，我可以搭上我的所有去相亲，我也可以不要彩礼，但是我今天才发现，只有像你这种没有钱、没有品味、没有能力的男人才会精打细算。还有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。结婚？谁允许你结婚的啊？那个奸夫是谁？奸夫是谁？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放开你！凭什么？你是老子的女人，敢背着老子找男人？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！陈羽帆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已经分手了，我以后跟谁在一起，跟谁结婚，跟你没关系，别来烦我。温娘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个小贱人，你别让老子知道奸夫是谁，否则老子跟你没完！江医生还没有回来吗？应该还在忙吧。住手！江医生今天帮了我，我是不是得做点什么谢谢他？江医生那么忙，回来肯定会饿，那我给他做一顿饭吧。江医生，你回来了。菜都做好了，洗个手就能吃了。还有汤，我去给你盛。我想你。我就知道念安。今天你前男友找你了。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各取所需，如果你想通过这件事来刺激你前男友，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话，那我奉劝你一句：一个连8万8彩礼都斤斤计较的人，不会是什么好人。江医生是误会我和他领证是为了刺激前男友吗？江医生，我想
这件事情我应该跟你解释清楚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说的，我跟你结婚是为了刺激我前男友，但是我可以确切的告诉你，我没有。我承认他今天是来找过我了，但是我跟他说清楚了，也给了他惩罚。更何况他是一个连8万8彩礼都要斤斤计较的人，我是不会在他身上浪费时间的。我也不是什么恋爱脑的女人。江医生，我们分手不是因为他不给我彩礼，是因为我发现他出轨了。所以我们的婚姻虽然不是建立在爱情之上，但是我希望有最基本的尊重和信任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彤彤，我是什么恋爱脑吗？喂，彤彤，你说我像什么恋爱脑的女人吗？不是啊，宝贝儿，你这不叫恋爱脑，我这才是好吗？你跟陈羽凡谈恋爱4年，没睡过就不说了，毕竟我知道你某些方面还是很保守的。但是手没牵，嘴没亲，你这纯纯就是柏拉图式恋爱吧？哎呀，那也不算呀，没牵手，没接吻，主要是场合不合适嘛。场合确实不合适，人家大学里面谈恋爱都是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没事儿来点越级竞技。你呢，倒是跑去找陈羽凡那个渣男了，跑到人家医学院听心理课，最后还跨销考了个心理学的学位。哎，江医生，你看看我刚才给你发的视频，简直笑死我了！就今天急诊那个女老师，骨科陈羽凡也不知道怎么看上人家的，趁着晚上就去纠缠，结果被女老师一顿暴揍，还恰好被监控拍到了。现在整个医院都传疯了，他还背了处分，太惨了。所以我是误会他了。江医生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前男友的事情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我并非全然不相信你，只是今天我无意间听到你前男友打电话，说仅凭几句话就可以把你给哄骗过去。既然你不是这样的，那我就不用担心，因为提前结束这段婚姻，再让我妈担心。原来是这样。问题已经解释清楚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对不起，江医生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也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休息吧，晚安。刚刚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没错，刚刚江医生他。小点声，快详细说说，你和他都哪样哪样了？什么哪样哪样，我听不明白。小红了，老实交代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他之后还对你做了什么？之后，快说，不是我挠你痒痒。我说，之后我们俩就各自回各自房间。就这？温娘，江医生可是神外一把手，模样和身材都没话说，你竟然放着这样的极品不碰？也是，按照你的性子，确实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，是我白日做梦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江医生马上就要评级了，你知道吗？评级？对啊，
你老公的手术水平也算是国内外第一人，按照资历和临床经验来说，确实足够评级了，说不定会成为年纪最轻的副院长呢。莫宁安，清醒一点，不要让自己沉浸在这段协议婚姻中。像江医生这么优秀的人，他的未来璀璨无比，能与之相配的人。江医生，你看，那不是院长的外甥女孟小姐吗？又来找江医生了。你猜江医生多久能被孟小姐拿下？还用说啊，肯定用不了多久。毕竟孟小姐家世优秀，人长得又漂亮，是个男人都会动心吧？就是啊。喂，安娜，你说你搬出去和男朋友住了这么久了，迟早是要结婚的，什么时候把你男朋友带回家见见呀？妈也担心你，你一个女孩子没见过父母，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的住在一起，这不行啊，还是带回来见见吧，这样妈也放心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，问好了吗？哦，念安答应了。哼，太好了！这个赔钱货呀，要不是老子发觉的早，他把自己就贱卖了，还没结婚就和对方不明不白的住在一起，这以后啊要彩礼就要不上价了。你看看啊，你生了一个什么赔钱货的女儿啊！念安的眼光是不会差的，她愿意跟这个人住在一起，证明这个人对她还不错。不错个屁！哼，看看上回这一个，连彩礼8.8万都不愿意给啊！老子辛苦养这么大，你本儿都回不回来。他们俩要是回到家呀，不要个10万8万的，别想走。我今天要加班到很晚。确实，像江医生这么优秀的人，未来璀璨无比，而能与之相配的人，应该是像莫小姐这样的人，而不是我。奇怪，我在躲什么？为什么害怕江医生看到自己？江医生，你看什么呢？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去找舅舅，而不是在这耽误我工作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孟小姐，你让开，拦着我干什么？你也知道，我们江医生平常是很忙的，而且你这么追也不是个办法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江医生呢，找女朋友的标准最低是博士起步，要不你再回去读2年？博士？博士？江医生是娶老婆，还是找一个一起写论文的小伙伴啊？江医生呢，是要找灵魂伴侣，他的高度啊，像你和我都够不着的。我劝你还是放弃了吧。规则是留给不喜欢的人的，等江医生喜欢上我，就会为我打破一些规则。我一定会拿下江医生的，以后你就等着喊我师母吧。原来江医生对另一半的要求这么高，而我只是普通师范大学文凭。当初如果不是因为应付老太太，江医生也不会选择江九，跟我应付催婚的。温宁安，清醒一点，你和江医生不过就是协议婚姻，各取所需，不要沉浸在这里。温老师，哎，温老师，下次见到他，一定要把联系方式加上。江医生，江医生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哦，那个孟小姐可是这几个月都不会再来烦你了，是因为我告诉她你的择偶标准最低都是博士起步，凭借她对你的喜欢的劲儿，估计这几个月都要沉迷在知识的海洋里，最后很有可能沉迷在其中无可自拔，从而忘记了喜欢你的事情。我多聪明！哎，对了，江医生，我刚才在外面好像看到那个温老师。温老师，温老师，对，叫温念安来着。你说这人又漂亮，长得又好看，要是我女朋友……这2天会议总结了吗？结业报告写了吗？有心思操心这些，不如多提升提升自己，免得以后患者把你白白丢在你手里。江医生这是怎么了？
真是个冷面无情的淫魔。唉，还是温老师好。所以刚才看到的不是错觉，看到的的确是他。医生，王晨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腿部恢复状况良好，所以好好养着，2个月就能恢复。那太好了，谢谢医生。您这个老师还是蛮好的，看你天天都来医院。我的学生嘛，我应该做的。我为什么会不自觉的过来？怎么回事？医生，你看看，怎么回事？这是神经系统出现问题的症状，快去呼叫神经外科的医生。快去安排手术！江医生，王晨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太乐观，应该是头部在出事之前受到了撞击，之前情况比较轻微，所以只检查出了骨折。但现在脑部被一个血块所压迫神经，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，就像现在这样，轻则无法行动，重则只会废人。这么严重？江医生，能不能麻烦你帮王晨做这个手术？我知道这件事很唐突，我也知道你的手术很难排上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只相信你。王晨爸爸，你冷静一点，有什么事我们好好商量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他就是庸医一个，想趁机赚钱是吧？故意说我孩子脑子里有血块是不是？病人的 CT 你已经看过，脑部有血块，如果不清除的话，会对你孩子后半生有威胁。如果你不愿意相信我们仁济医院，可以选择转院。转什么院？你就是故意的！就是你是吧？就是你说的，我孩子脑袋里有血块，是不是你？王晨，冷静一点。江医生是我们仁济医院神经外科最有名的医生，你要相信他，也要相信我们医院，他绝对不会诊断错的。我信个屁！乱开路会死人的，我绝不会让你碰我孩子一下。快去安排手术！江医生，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我已经安排了内外科的医生过来，叫李导来操作手术，他马上就到。我来操刀。什么？江医生，您亲自操刀行吗？这么多话吗？亲自操刀，快去安排，去啊！好。是。文老师，你醒了？这是在哪儿啊？小心点，麻药刚过，你还没有特别清醒。刚才发生医闹，是你冲上去为江医生挡了一刀，想起来了吗？江医生，江医生呢？他人还好吗？自己都伤成什么样子了，还有心思关心别人？看来还是伤得不重。哎，温老师，你可千万别见怪，我们江医生就是嘴毒了一点，但是人还是很好的，尤其是技术过硬。你刚才的手术啊，就是他亲自操刀的。要知道，可是很多人想排我们江医生的号都排不上呢。而且一般来说，江医生不碰外科手术了，今天也确实是例外了。是江医生亲自为我做的手术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们江医生的技术完全不会留疤。而且温老师，你可是我们整个省外的大恩人呢。江医生可是不可多得的天才，要是因为刚才的事情伤了手，上不了手术台，那简直就是我们整个院，哦不，是整个医学界和所有患者的损失。所以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整个省外的大恩人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一定尽力满足你。你没事做了吗？我，手术会议报告写了吗？课程研究了吗？有时间，有时间在这里，不如花时间多提升一下自己。这件事我懂，懂了，你还在这干什么？啊！
我马上去。奇怪，怎么感觉江医生一提到温老师，就对我异常冷淡无情？错觉。江医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换药。换药？是我想多了，我还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？我还以为江医生要对我做什么，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真的是……还愣着干什么？有个去换药。哦，江医生，我要脱衣服吗？啊，感觉要被看光了，不好意思脱。这里是医院，我是这里的医生，本来就是恪尽职守，医生眼里不分男女的。况且咱们已经结婚了，坦诚相见也是合法的。不管，我出去，脱就脱。现在知道疼了，刚才为别人挡刀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这些？那我受伤总比江医生受伤好吧？虽然我不是医生，但我知道医生的手对医生有多重要。我也知道江医生对手术台的热爱。你要是因为我这件事情，这辈子都拿不了手术刀，我会愧疚一辈子的。笨蛋，认真。江医生呢？怎么出现医闹这么严重的事情？江医生要是有半点事儿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们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江医生，我是听说外面有人持刀伤人，我怕你受伤，所以……孟小姐，你3番5次来这里影响工作，出去！我看见了，这就是替江医生挡刀的。长得还挺漂亮的，难不成也喜欢江医生？是江医生的追求者？听说呀，他受伤不是很严重，但是江医生亲自给他做的手术。听说当时来了4、5个专家，全都不要，全给拒绝了。现在啊，还给人亲自上药呢。那江医生不会对人家有意思吧？他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江医生怎么能亲自给他上药呢？这明明是护士该干的事。江医生，你打算怎么处置王晨大白啊？我毕竟是王晨的任课老师，这件事还有我的责任。这是要和我撇清关系。哦，原来只是任课老师，是我想多了。毕竟只是协议婚姻，这样说大家应该就不会猜测我和江医生的关系，也不会给江医生带来麻烦了吧？这样以后如果有和江医生般配的人，我们也好聚好散。江医生，你累了一天了，我特意给你煲了粥，我们去你办公室吧。不用，我太太受伤了，我要在这照顾我太太。太太，江医生你结婚了？孟女士，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，请你出去，不要影响我太太休息。你说是他？怎么可能？你结婚了，医院怎么可能没人知道？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必要让全医院的人都知道。反倒是你3番5次来这纠缠我，影响我工作。孟小姐，请你自重。我不管，不信。江医生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让开！天哪！我喜欢的温老师是我师娘。出去！出去！舅舅！哎呦，小祖宗，你怎么哭了？谁又惹你生气了？江医生结婚了，这事你知道吗？结什么婚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是今天救他的那个女人，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他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那就是他太太，他让我以后不要再去打扰他。舅舅，不管，我喜欢江医生，我就喜欢他。而且江医生他技术那么好，如果我嫁给他，对我们家的名声也很好，对不对？今天医闹的事情都是听说的，对方是个女老师，没权没势。而且新欢说的也对，江艳修的医术在整个医学界都是相当出彩的。如果能成为我孟家的女婿，必然是有极大的好处。
好了，别哭了，这件事交给舅舅去办，舅舅指定让他给你个满意的答复。还是舅舅好。从我受伤开始，江医生就时不时的来病房照顾我。可这本来就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情吗？而且上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宣布自己结婚了，明明一开始我们只是协议婚姻啊。我也一直在不断的告诫自己要清醒，可这样的江医生却不禁让人着迷呢。如果这段关系可以一直这样下去，那该多好啊！伤口恢复的不错，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话，2、3天应该就能出院了。我去查房了，有什么事随时叫我。江医生，有什么事吗？你之前在那么多人面前宣布我们的关系，对你不会有影响吗？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而且这本来就是事实，这样之后也省去很多麻烦。我还以为江医生会对我有意思，哪怕一点点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了，你先去忙吧，记得照顾好自己。记得吃饭。哎，这床病人情况怎么样？不好了，江医生，你去看一下情况。江医生，突发车祸，有一个急需要脑部手术，立刻安排手术。不用了，江医生，手术我已经安排别的医生去做了，从今天开始被停刀了。不用了，江医生，手术我已经安排别的医生去做了，从今天开始你被停刀了。为什么呀，吴院长？为什么要停我们江医生的刀啊？他可是我们科室最优秀的医生，现在2个病人在手术室生死未卜，你却把能给他们最大生还希望的江医生给停刀了，这个事儿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吧？我们医院不止江医生一个能做手术的，其他的医生照样很优秀，但是遵守规律，遵从上级的指示，不是更重要吗？你先去跟进手术，有任何情况随时叫我。是。吴院长，您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违反了医院哪条规定吗？江医生，你是聪明，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清欢是我的侄女，我家里就这一个女孩，大家宠得紧，可是她偏偏看上你，非你莫属。我们做长辈的有什么办法？只能撮合撮合。吴院长，您这手未免伸得也太长了。江医生，你可以考虑考虑做我孟家的女儿，往后别说这个主任医师、院长或者是院士，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。虽然我很看好你的天赋，但是一个人很难成功。你想更上一层楼，必须得有所牺牲和付出。这些条件确实挺诱人的，但我不感兴趣。不管是院长还是院士，只要我想得到的，就能得到。而且我已经结婚了，提醒你的外甥女别越界。舅舅，别担心，他只是现在说说大话，总有一天会让他低头求我。江彦秀，你是我孟清欢，也只能是我孟清欢。哎，李恒，江医生呢？江医生不在，出去了。哎，孟小姐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上次做的事情那么过分，江医生肯定不会再见你。妈，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让你这么招摇来医院看我吗？谁来看你了？我来医院看病啊！怎么你们医院管天管地，还管得着我开什么车来看病？你说吧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年安那个事情啊，我可是听说了。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还能让自个儿老婆受伤？你这……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妈我的眼光可从来没出过错。宁安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，你可一定要珍惜啊！你要是以后再有什么差错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哎呦妈，您放心吧啊。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那个吴院长做的事儿，我也听说了啊。被停刀这件事儿，对医生来说可不是个小事儿啊，以后有可能就再也上不了手术台了。妈知道，当医生是你从你爷爷去世之后就有的执念，但你爸还是一直希望你能回去继承家业，放弃医生的职业。哎，要不趁这个机会朝他低个头？不需要。哎，
你们两个，一个要继承家产，一个要当医生，两个都是倔性子，最后闹得不欢而散。这是什么？你跟念安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没送过她什么吧？连一束花都没有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爸当初谈恋爱的时候，那可是每天送我一束新鲜的花，你也学着点儿。要不趁着现在不用上手术台的这个机会，你也尝试一下手术台以外的事情，有时候可比你想象的美好的多呢。哎，行了，我累了，走了。拜拜，阿满。哎，江医生，江医生，这是谁的车呀？你认识吗？还有花呢，有情况啊你！病人，来感谢他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这么着急来，有什么事儿？哦，对了，孟清欢他去温老师的病房了。哎，江医生，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今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也不知道江医生这会儿在干嘛呢？是江医生？孟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原来你认识我，既然你认识我，想必你也应该知道我的身份背景和地位。直接跟你说吧，我喜欢江医生，我爱江医生，也只有我能配得上江医生。只要你愿意离开江医生，这卡里100万就是你的了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早就已经调查过你，你不过是一个普通师范大学毕业小学老师，月薪8000，家庭背景嘛也一般，甚至有点难以启齿吧。人嘛长得还不错，不过也仅有如此了。像你这样的，凭什么配得上江医生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我想有一件事情，孟小姐还不太清楚，我跟江医生已经结婚了，领证的那种。从法律意义上来讲，我们是合法夫妻。孟小姐这么做算什么呢？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。还有，我确实是普通师范毕业的，收入也不太高，不像孟小姐出手阔绰大方。但是我做人本本分分，我工作教书育人，我的家庭更轮不到你来评判。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滚出去！我舅舅是这样的院长，你信不信让他们改？我交了钱的，我倒要看看我一没偷二没抢，你们医院无缘无故的赶人走，别人会怎么说？像你这样的，凭什么配得上江医生？你敢动他试试？没事吧？他打你了？没事，我没事。打回去，打回去。不用了，江医生，我没关系的，真的不用。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。江叶雄，你护着他，让他打我。我这么喜欢你，我这么爱你，我愿意为你付出我的一切，我的所有。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！你记住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委屈。如果遇到危险，不要忍着，打回去。江医生对我明目张胆的维护，是我从小到大以来前所未有的。曾经的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偏爱，如今的我仿佛有了全世界。孟小姐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针对我，但如果你敢欺负她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都没有事过吧？快走！我学术报告、研究报告还有论文什么的，哎呦，我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好吗？我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哎，我要走了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江医生的花，温小姐，你拿着。啊，江医生，这是什么？你跟念安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没送过她什么吧？连一束花都没有。你爸当初谈恋爱的时候，那可是每天都送我一束新鲜的花。这是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一个病人送给江医生的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不应该在这里吗？有事说事。哎，江医生，我确实有点事想问问你。温老师真的是你老婆，我的师娘吗？不然呢？完了！怪不得之前我一靠近温老师，江医生就异常冷淡。不过我怎么就那么作死？之前竟然还对师娘有意思，江医生不会杀了我吧？那个，你们先聊，你们慢慢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江医生，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你怎么盯着我看啊？
江医生，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你怎么盯着我看？江医生，这是要亲我吗？对了，江医生，你来做什么呀你？那什么，你今天出院了，然后简单收拾一下，晚上接你回家。我发誓，我刚才什么也没听到，什么也没看到，真的。你最好有什么事说。确实有点事儿。那吴院长不是停了你的刀吗？现在又安排你去外地参加研讨会，我觉得他就是在故意针对你和师娘，让你们异地分居，不得相见。最重要的是，孟清欢也去了。孟清欢？是啊，你说去外地参加研讨会，他又不是医务工作者，他凭什么呀？这摆明就是在以权谋私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你就一点都不担心？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在外地研讨会这么枯燥乏味，而且全天都在会议，他想去就去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江医生，你这是故意要让孟小姐知难而退，对吧？你说这研讨会，您别说她了，就算我去，我都觉得枯燥又乏味的。哎，更别说单独相处的时间了。你说你们两个连吃饭的时间、睡个觉的时间都没有，嘿嘿，也不知道老吴这是给他制造机会，还是送他去受苦磨练。瞧你聪明。不用麻烦你了，我已经恢复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你安心上班吧。哎，江医生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看师娘出去了，以为你也走了。看到他去哪儿了吗？他好像去公交站的方向。走。文念安，还真是你！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有事儿没事儿？没事儿让开。贱！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，老子被停职1个月。现在老子复职了，就让我遇到你，真是老天有眼啊！今天别想走，必须给老子一个交代！你放开我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平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要不是你背着老子出去找男人，会有那么多事儿啊？啊！是你出轨在先，我们都已经分手了。老子不管那么多，走，回去给老子当媳妇去！放开！他们谁啊？江教授，江教授，好你个温念安！听说你在医院给江教授挡刀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勾搭上了。江教授，您可别相信这个女人，她就是个婊子。她以前是我女朋友，我太知道她是什么人了。她就是个贪财爱慕虚荣的女人，您可别被她骗了。也不知道你接近江教授图的是什么啊？哈哈，温念安，他还结婚了，你已经跟别的男人结婚了，居然还接近江教授。你知道江教授是什么人吗？江教授，等着，我直接教训他。江教授，我警告你，你刚才纠缠的人是我的妻子，如果你以后再敢纠缠她，废了。走。好你个温念安，居然还真的勾搭上江彦修了。江医生，刚才你怎么会来？以后遇到这种渣男，不用废话，直接动手就行。哦，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江医生也有这样的一面，而且还是为了我。喂，娘安，你在哪儿？要债的追上门来了，你快来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江医生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而且陆家那摊糟心的事情是属于我的，不应该带给江医生麻烦，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他好。江医生，你能不能送我回趟家？我家。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，我可以自己。可以。
你不用下来了，我晚点自己就回去了。你路上慢点啊，谢谢你送我，拜拜。哎，这是不愿意让我去他家的意思。啊，还钱！我没有钱还你们呀。没钱还是不是？那就断手断脚来还！周成，你们干什么呢？那就断手断脚来还！周成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娘，妈，你们干什么呢？私闯民宅，暴力伤人是违法的。你一个小姑娘，你敢跟我们这么说话？而且是你们欠债不还在先，我们呢只是合理的催债而已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欠了你们多少钱？我还。来看一下啊，整整20万。什么？20万？你陆叔叔他就是偶尔打牌，他平时打得很小的，我不知道他会去。陆伟琛呢？借高利贷。陆伟琛，他人呢？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。你们俩到底还不还呢？不还，今天你俩谁也别走。还，得麻烦你们宽限我们几天，钱我会想办法还的。宽限，银行贷款逾期都要列入黑名单，你当我们是做慈善的吗？今天就得还，不还呐，我跟你没完！小娘们长得还算挺精致啊，不还钱也行，拿你来跟我们抵债，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快点！走！你他妈又是谁呀？敢坏老子好事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动他！不用你还，你们家的事你少多管闲事。我是你姐姐啊！我不认。谁等你们磨磨唧唧的呀？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拿他抵债。违法暴力催收、乱放高利贷、私闯民宅、恶意伤人，我已经报过警。我相信任意都会让人牢底坐穿。你他妈又是谁呀？就这一个混子！我真敢报警！你给我等着，饶不了你！走。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辛苦了，警察。想起什么给我打电话啊！念安，他是阿姨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我呢是念安的老公江彦修。念安，你结婚了？念安，上次让你带男朋友是这个人吗？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们一声就结婚了？这次要多少嫁妆？一辆车还是一套房？那念安，你就非得把自己搞得那么廉价吗？那么巴不得把自己嫁出去？你是没了男人你活不了了？他是你姐夫，说话放尊重点。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，那20万我自己会想办法。啊，陈姐，念安，你怎么能打你弟弟呀？他还小，说话难免有些……妈，他不小了，他已经成年了。最后一次，这20万我会替你们还。我们回家。念安，别再喝酒了，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江医生，你特意过来找我呀？江医生，你过来找我是在关心我？你喝醉了？我没醉，我清醒得很。我这个时候比任何一个我都清醒。喝醉酒怎么这么疯啊？看到了吗？那个就是我家，一个我努力想逃离，可是怎么都逃不开，一次次束缚，一次次禁锢，怎么逃都逃不掉的地方。即便我跟你结婚了，也逃不掉。我家里
一个脾气软弱的母亲，再给我说一句，一个自私自利的继父。再给我说一句试试。我以为跟你结婚了，我就能离开那个地方，但是事实证明根本没用。这个赔钱货呀，要不是老子发现早，他把自己都贱卖了。他上回那个，连彩礼8万8都不愿意给啊！老子辛苦养这么大，连本儿都回不回来。他现在要回到家呀，不要个10万8万的，别想走。对不起，我不想连累你的，但是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。可你已经连累了，笨蛋。张医生，你别走，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努力的和你般配。帮我调查件事情。我这是在家？我昨天是喝酒了吗？是江医生送我回来的。我怎么能想到这种事情呢？还是我主动亲的。文娘啊，你这个酒品怎么那么差呀？你喝醉酒你就乱亲人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江医生肯定会多想的，怎么办呀？话说江医生人呢？江医生，原来他不在啊。宿醉起来不宜吃油腻的，喝点清粥，难受的话再休息会儿。这是江医生做的，那他对昨晚那个吻到底是什么态度啊？喂，福尼安，我们见一面吧。莫小姐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知道江医生因为你被停刀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想必你知道，我舅舅是医院的院长，我父亲是孟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整个医院都是我孟家资助的，想要说什么做什么，只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。可江医生宁愿接受被停刀，也不愿意跟你离婚，跟我在一起。想必你也知道，江医生天赋极高，未来前途无量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耽误他一辈子吧？你只要一天留在他身边，他一辈子都因为你而抬不了头。江医生真的因为我被停刀了吗？有个研讨会在外地，出差2天，过年。喂，这里是仁济医院的咨询前台，请问有什么问题？你好，我想预约下神外科江医生的手术。抱歉，女士，神经外科暂时没有江医生的号。那什么时候能有啊？抱歉，女士，暂时现在还不知道。抱歉，女士，暂时现在不知道。江医生真的因为我被停刀了。像江医生这样的人，如果不能上手术台，对他会是有多大的打击？可是却因为我，钱的事我会想办法，你能不能不打了？娘，你误会了，我打电话来不是跟你要钱的，是想让你给你老公说声谢谢，顺便啥时候带他来家里正式吃顿饭吧。毕竟你们2个已经结婚了，而且人家这次还替我们还了钱，总不好。还钱？
还什么钱？就上次那20万呀。今天那些人来家里，还说我们命好呢，有了这么一个好女婿，一下子就替我们还了那20万。是啊，念安，赶紧带回来吃饭，让我好好见见我的好女婿啊！谁他妈坏老子好事儿？文小姐，哎，坐。不用了，我这回过来是想问你一件事，那20万是谁替我还的？温小姐，你这我妹……我自己欠的钱不用别人帮我还，你把那个钱还回去，钱我会想办法的。你这不合规矩啊！钱抵账销，道上都这么弄。你说你让我们把到手的钱再还回去，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，这真是……那你能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帮我还的钱吗？你看你这就太较真了吧！江先生宠着你，你就享受着就行，何必呢？现在真的是江彦秀。江医生现在正在外地出差，我问他还钱的事情，现在好了吗？算了，不管了。领证时候说过是协议婚姻，这钱不能让江医生还。喂，江医生在洗澡，找他有什么事吗？江医生在洗澡，找他有什么事吗？刚刚的声音是孟清欢，这么晚，他们……我看你们这次怎么办？我的手机为什么会在你手上？会议不是不让带手机吗？刚才帮你拿手机的那个助理上厕所去了，我又没什么事儿，就顺手帮你拿着了。他来过电话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谁啊？江医生，我听不懂你的意思。怎么不接电话？江医生，你怎么还不回去休息啊？哦，是在跟师娘打电话，你们真是恩爱啊！研讨会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这个江渣男到底干了什么？竟然让他喝成这样！那你也不能把我当狐狸呀！打住，这一刻闺蜜大于天。好，我们一块送她回去吧。帅哥，你们能把我太太交给我吗？太太，你就是那个渣男啊！原来就是你伤了我们家安安的心啊！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这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我会给他解释清楚。亏我之前听说你的名声，觉得你人还不错，没想到你私生活这么乱。私生活？总之，我是不可能把我们家安安交给你，我明天就带他去跟你离婚。江医生，这是又喝醉了吗？你怎么在我梦里啊？他不是已经去外地了吗？果然喝醉，以为我是在梦里。渣男，你怎么出现在我梦里？我这辈子最讨厌渣男了，走开啊！听见了吧？他让你滚啊！离开吧！不行，我家有明文规定，没有特殊原因，不允许夜不归宿。你和那个姓孟的都那样了，你还要我们安安怎么样啊？你说的是孟清欢对吧？今天我一直在开会，会上有明文规定，严禁携带各种电子设备进场。开完会之后，发现孟清欢正拿着我手机，于是我赶紧翻看通话记录，看到念安的通话记录后，我就立即赶了回来。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你放心，我会向他解释清楚的。这么说，我们误会了他吗？现在可以把念安交给我了吗？那你得自己问他，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走。念安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念安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江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今天为什么总会出现在我梦里？你知道吗？
你在我心里真的很优秀，特别完美。尤其是你认真工作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我的生命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这么平凡的人会和你这样的人有纠葛。或许命运它从都不偏爱我，所以给了我这样一个家。但是神界他肯定心疼过我，对吧？所以让我遇见了你。可你为什么非要在我喜欢你，我想要靠近你，奔赴你的时候，给了我这样的绝望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可以回家了吗？乖。今天谢谢你们，无论有什么误会，我会向他解释清楚。我感觉这江医生对安安挺好。你懂什么？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一直都挺好的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，宝贝？你等等我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江医生竟然为这个女人连夜赶回来？凭什么？明明跟江医生在一起的人应该是我。这里不是江医生的卧室吗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江医生，醒了？还被江医生撞见从卧室里出来了。不过我昨晚到底怎么会在江医生的房间里睡觉，完全想不起来了。但我依稀记得喝醉酒，不会是爬进去的吧？但是看江医生这样子是知道的，难不成是缠着江医生？哎呀，怎么会？上次强吻，这次爬床，我娘啊！你这一喝酒也太不矜持了吧！昨晚你喝多了，我就把你带回来了。昨天孟清欢那通电话，电话？江医生在洗澡，找他有什么事儿呀？什么电话呀？我不记得了。不过江医生，没关系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我这边都 OK 的，我都可以离婚的。我不愿意。昨天那通电话不是我打的，我在开会，没拿手机。是误会，所以江医生没有和孟清欢发生什么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我会找证据给你解释清楚。我不希望你误会，更不希望你伤心。江医生，咱们这样不太合适。咱们这样怎么了？我们这样，我还要上班呢，快迟到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还是喝醉酒的时候好。刚刚江医生，他那个样子是打算要吻我吗？我为什么要逃走？温宁安，你在想什么？不能再多想了。那是阿姨。你看，这是我儿媳妇儿，漂亮吧？人家还是老师，我儿子是医生，两个人多般配呀。那他们准备以后什么时候要个孩子呀？快了，这刚领证，2个月以后就有。哎呦，这要孩子可得早点啊！这年纪大生孩子可遭罪了，最好生个儿子。儿子呀，以后养老可孝顺，这女儿啊可不好。哎呀，
不管我儿媳妇以后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，我都喜欢，哪怕他们以后不要孩子，我也没意见。还是得有个孩子，最好还是个男孩。你看我那个小孙子，你不是挺喜欢的吗？不喜欢，闹腾。哎，你这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哎呦，快让妈妈好好看看，好久没见你了，想死我了。我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，我老想看你了，但是我怕打扰你养身体。哎，现在怎么样了啊？我现在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妈，咱们进去说吧。哎，等等，妈不进去吗？我想在你这里住上一段时间，是不是太打扰你和燕修了？当然不会啊，这里就是您家，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家里现在空落落的，我一个人怪闷的，所以我离家出走了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再说。妈，你就在这儿多住几天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刚在楼下碰到妈了，她说想过来住一段时间，我就给带上来了。那我就去转转啊。好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这你不介意啊？我有什么介意的呀？我又不是……不对，哎，这书房里怎么有一张床啊？你们平时分床睡吗？啊，不是的。这书房里怎么有一张床啊？你们平时分床睡吗？没有，妈，那个是燕修，他平时要加班，对，回来的比较晚，怕吵到我休息，所以……原来是这样啊，吓我一大跳，我以为你们刚领证就分房睡了。怎么会呢？那个，那我今天是不是就得和你一起睡了呀？不然呢？会不会不太合适呀？哎，难不成你要让他发现咱俩是协议结婚吗？哦，对了啊，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年轻人保证喜欢。这就是妈送的礼物，这也太难为情。妈送了什么呀？没什么，那个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先睡觉吧。江医生，我们睡一张床。那我去那边睡。什么东西？哎，没什么，江医生，我先洗澡了。妈准备的睡衣。温宁，冷静下来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？不就是一件睡衣而已吗？有什么好害羞的？不就是一件睡衣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又不是没穿过。睡衣，完了，就带了这一件进来，那我一会儿只能穿这个出去了。不知道江医生怎么想我。不管了，豁出去了。总不能洗完澡还穿着穿过的衣服吧，也不能裸奔。江医生，那个，这是妈送的，我刚进去太着急了，给拿错了，又不好意思麻烦你，所以我就干脆穿上了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这也太丢脸了，以后还怎么在江医生面前做人啊？江医生也上床睡觉了吗？等等，我好像忘记了，只有一床被子，那我们岂不是……等等，江医生，什么事啊？啊！我要说些什么？好尴尬，直接说开床被子不方便吗？可是江医生会不会觉得我想的太多了？万一江医生根本没有这方面想法呢？时间不早了，早点睡吧，晚安。江医生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什么事？那20万是不是你帮我还的？你放心吧，那个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你的。
还有个事，你是不是因为我被停刀了？谁告诉你的？所以是真的？反正我也没准备一直待在手术台上。什么意思啊？手术台是积累临床经验的地方，而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是待在实验室里。一个医生如果只待在手术台上，那只能说明他的手术能力超群，但能力依旧有限，那就不能拯救更多的人。只有待在实验室中做实验，哪怕能将治愈率提升0.1%，应用到临床基础上，那么就能让更多人拥有生的希望。原来江医生的梦想这么伟大，他心里一直有这样的目标。这样的江医生真的很优秀。江医生，不管你有什么想法，我都会无条件支持的。但是有一点，如果因为我的存在阻碍了你，你一定不要顾及我的感受，你要去实现你的梦想，还有你的目标。睡吧。江医生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答应了还是没有？傻瓜。你约我出来做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还他的钱。什么意思？那20万替我还给他，我不会随随便便让你欠这个男人，那样他们只会抓住你的把柄，得寸进尺。你也不需要为了我们去对他低三下四。还有，小时候的事情，对不起。爸爸，姐姐她这个大坏蛋，她敢抢我的糖！赔钱货，不是老子的种，敢抢我儿子的东西，老子打死你！当时我只是觉得好玩，但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，更没有想过那个混蛋会直接对你动手。陆晨锦，虽然没有什么资本底气，但我绝对不会牺牲姐姐的幸福来换取我自己的人生。那卡里面有2万块钱，是我的奖学金。那20万我会分期慢慢还，总会还完的。你长大了。所以，姐姐你喜欢那个男人吗？不喜欢。我姐说了，她不喜欢你。江医生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妈今天做了午餐，我特意给你送过来的。我听别人说，你好像不喜欢我啊？嗯？你什么时候跟我弟弟联系上了呀？所以说，你不喜欢我，那你喜欢谁啊？江医生，你可能误会了。误会？我没有不喜欢你，但我可能已经爱上你了。我怎么会说出这么直白的话？江医生会不会被我吓到？对不起啊，江医生，我口不择言，我胡言乱语了。我知道我们是协议婚姻嘛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越界的。原来他心里一直有这个芥蒂。江医生好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什么事？吴院长之前不是假公济私停了你的刀吗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上头最近在整顿调查，发现了他很多的黑料，现在啊已经被停职了，所以你的停刀已经解除了。真的吗，江医生？啊，那个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你们忙。或许应该找个时候将这段关系变得正式一点。我最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越来越不矜持了？要是因为我的不矜持，在江医生心里的形象变差了，他会不会不喜欢我？等等，怎么感觉自己越来越恋爱脑了呢？这个款式他应该会喜欢。天修啊，安安呢？有和你在一起吗？他中午不是回家了吗？没有啊，中午到现在都没有见到人。难道你们两个不在一块儿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回办公室了。
我记错了。那就好，忙完了早点回来，注意身体啊。啊。马上给我查温念安的位置，立刻马上！回家，废工厂。等着我，温念安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等着我。孟清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哪里？当然是我绑架了你，把你带到这儿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当然是你抢了我的江医生，他本来是我的，是属于我的。不过没关系，马上他就是我的了。马上这两个人就会把你变成肮脏不能再肮脏的人。我就不信这样一个人，他江医生还会喜欢。你疯了！小宝贝儿，我来了！你们别过来！住手！别动他！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！孟清欢，你放了他！江叶修，我追了你那么久，喜欢你那么久，你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，你还有没有心啊？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喜欢你，全是你自己想的。我只喜欢念安一个人。既然你不喜欢我，那我让你感受一下失去喜欢人的滋味，和我一起痛苦。去接受法律的制裁吧。滚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我们现在回家好不好？我的小孙子不远喽！你先不要说话，听我说。这是我今天去买的，本来想晚上送给你，没想到却发生这样的意外。如果说之前送你戒指是为了稳定咱们这段关系，那么这次送你就是害怕失去你。温念安，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动心过的女人，我不想再继续咱们这样的协议关系了。温老师，我们能试试吗？好啊。李老，您帮我太太检查一下身体呗。江叶兄，你堂堂的神外手术一把刀，小病小灾什么的也难不倒你吧？你来我这占我这专家号干嘛呀？我检查过了，但不是很确定，您再看看。还有什么病是你这个天才检查不出来的？让我这老爷子来看一看。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呀。等等，好像怀孕了。怀孕了？是啊。太好了，老婆你怀孕了。好了，江医生，我都说了嘛，咱不用来医院看的，你看得准没错。走，回家给你做好吃的。走。谢谢医生。等等，江叶兄，你小子拿我老头子开涮是不是？不过这有了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，有人情味儿多了。